在日本宫崎市有一座塔，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和平塔。但如果你了解它的过去，你会发现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为了和平而建的。这座塔最早的名字叫八竑伊予塔，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整个世界放在一个屋檐下面，有点天下一家亲的意思，听着挺亲切，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39年，也就是这座塔开始修建的时候，这句话就像在说我的世界全是我的。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这就和当时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没有本质区别，说着最亲切的话，做着最肮脏的事情。而建造这座塔的那些石头也不是随便来的，很多都是从日本在亚洲各殖民地的代表性建筑取下运过来的。更重要的是，在建设过程中，这些石料被叠加成了一个镇压格局，形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压制。所以这座后来被叫做和平塔的建筑，从一开始就和和平没有关系。大家好，欢迎回到社会切片研究所。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解读下这座塔的风水诅咒局。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39年前后的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进入一种近乎战时狂飙的状态，工业、财政、军事，几乎所有国家机器都在为战争全速运转。在经济和工业层面，日本的扩张显得尤为惊人。到1939年，日本钢铁年产量已经超过400万吨，相比1930年几乎翻了1倍。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持续制造武器和装备的能力。造船业更是达到巅峰，每年的造船量一度占到世界总量的1半以上。大量军舰、运输船不断下水，为远洋扩张提供基础。军工生产也在同步爆发，战机年产超过600架，火炮年产数万门，弹药车辆源源不断送往前线。表面看这是工业奇迹，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被战争彻底绑定的经济体系，因为这些资源并不是凭空来的。台湾、朝鲜、东北等殖民地的矿产、粮食、劳动力被系统性抽调，煤、铁、粮食甚至人力被源源不断运回日本本土，殖民地成为供血器，而日本本土则成为战争机器的核心。在军事上，日本同样处于一种高位状态，陆军规模接近70万人，装备现代化武器，海军总吨位约120万吨，是当时世界排名前列的海上力量。空军在亚洲范围内几乎没有对手，机动性和火力都占据优势。而在中国战场，日本更是形成了一种胜利幻觉。他们相继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核心城市，控制人口超过4000万。在北方，通过建立伪满洲国，将东北的资源、工业和铁路体系牢牢掌控。从地图上看，日本的势力像一张迅速扩张的网，扑向整个东亚。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开始谋划更大的棋局——南进战略。虽然真正大规模南侵是在1941年，但在1939年前后，日本已经通过政治施压和军事威慑，逐步掌控台湾、朝鲜，并对南洋地区形成影响力，在资源与航运通道上提前布局。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国际环境给了他们一种错觉：欧洲正陷入大战边缘，英法等列强自顾不暇，亚洲的力量真空让日本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窗口期。战场上的推进、工业的增长、资源的集中，让整个国家逐渐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之中。这种自信很快就不再只是军事判断，而变成了一种社会情绪。学校在教，报纸在写，电影在演。一个反复被强化的信息是，日本是亚洲的主宰，甚至有资格主导整个世界。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出现了。按照日本神话纪年，这一年正好是神武天皇即位2600年。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个完美的叙事工具。现实中的扩张与胜利被包裹进天命的框架里，战争不再只是战争，而被解释为一种顺应天意的统一。于是，一个决定被提出，建造一座象征性的塔。表面上，这是纪念天皇2600年的建筑，但在更深层，它是一种宣誓。宣誓这个时代是天皇的时代，也是日本准备掌控世界的时代。这座塔后来被命名为八竑伊予。
巴洪伊予塔的建设绝不仅仅是一堆冰冷石头的简单堆砌，从选址的苛刻、外观的威压到内部石料的拼接，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将皇威与征服的野心深深镌刻进这座塔的每一寸肌理之中。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最关键的一步，选址。这座塔矗立在宫崎的一处高地上，这绝非偶然。从地理视角看，这里地势开阔，俯瞰周边，是绝对的制高点。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占据高地绝不仅仅是为了视野好。在日本传统的神道观念与风水意识里，高地意味着更接近天，也更容易被赋予中心的权柄。站在这里，代表的不是看得远，而是一种姿态，在上方，在中心，俯视四方。更耐人寻味的是，宫崎这片土地在日本神话体系中有着神圣的地位。这里被视为神武天皇东征的出发地，是建国的象征性起点。这就让选址超越了单纯的地理高点，变成了一个神话原点。当你把这两点叠加起来，就会发现这个位置选的有多心机。神话里，它连接起源，坐拥正统。于是，这座塔一旦立在这里，它就不再只是一个纪念物，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暗示，仿佛从这里出发，目光所及的整个世界都只是这个起点的延伸罢了。位置已经定好，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这座塔要长成什么样。它的设计同样充满了日本掌控世界的野心和隐喻。塔的造型本身就像一根巨大的玉璧，这是神道祭祀中用来沟通天地、传递神意的神圣符号。塔顶尖锐收束，直指天空，仿佛要将人间秩序引向天界，又把天意引入人间。站在塔下，四周的山脉与塔身线条形成一种视觉压迫感，让人不自觉地将目光与思绪集中到塔顶。这正是风水上聚气入中的手法，整个空间的力量都被导向塔心，象征着日本对世界的掌控欲。塔身正面刻着4个高达3米的大字“巴洪一宇”，粗壮的笔画仿佛要把地面和天空都压在脚下。巴洪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古籍《列子汤问》和《淮南子》，原意指极远的地方或四面八方。而巴洪一宇的字面意思就是把整个世界放在一个屋檐下。这本该是个亲切的愿景，可在1939年的语境下却透露出极强的野心。不仅是国家，更是整个世界都必须在塔的秩序之下。塔的底座与承重结构则采用了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殖民地的石材。这些原本各自独立、象征着地方文化与资源的石块，被强行叠加在塔体之中，将掠夺来的石材压在塔底，其用意不言自明，妄图镇压他国国运，以此增强自己的运势。这是将他者的土地与力量直接堆积在自己脚下，每一块石头都是被征服与压制的象征。设计者想传递的信息赤裸而冰冷，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基石，我踩着它们建立权威。而在塔身四周，原本还安置着象征日本社会4个阶层的4神像，以及象征军国主义精神的武士像。这些武士像象征着日本军人的武运长久和对天皇的绝对效忠，而4神像则代表士农工商，寓意举国一致，全体国民都必须为战争这台机器服务。从选址到设计，从宏观造型到微观石料，巴洪一宇塔的每一处都在无声地宣告着那个时代的狼子野心。它不是一座塔，而是一份用石头写就的关于征服的宣言。在巴洪一宇塔的建设中，这些石头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建筑材料，它们被刻意挑选、精确安放。日本人想用这些石头表达一个信息：这个世界可以被他们踩在脚下。整座塔一共拼进了370多块外来石材，其中有196块来自中国大陆。这些石块均来自重要的文化地标，包括南京明故宫的麒麟浮雕石、中山陵石、紫金山石、东水关石、长城砖、故宫汉白玉栏板、泰山玉皇顶碑座、曲阜孔庙云龙石柱、武汉黄鹤楼石、上海市政府大楼浮雕石等。42块来自中国台湾总督府及各地的庙宇，123块来自朝鲜半岛的古迹和总督府，另外还有9块来自东南亚的石块。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征服的历史和心理压制的寓意。
在这些石材里有一块特别刺眼，那是从南京明故宫强行拆运走的石构件，其中就包括那块著名的断头麒麟石。这不是普通的石头，明故宫是明朝开国皇权的象征，是中华正统的根基。当这些承载着600年历史的石头被撬下运往宫崎，它的含义已经超越建筑本身，象征着日本要斩断中国的龙脉，把中国的皇权尊严踩在脚下。搬运过程也极其野蛮，日军将巨大的石刻强行切割，甚至不惜破坏文物本体。施工方安排了专门护卫，像押送战利品一样将其运往日本。最终，它被安置在塔身的显眼位置，不仅是结构需要，更是一种心理宣示。站在塔下仰望时，你能感受到那个曾经象征中国最高权力的符号，如今已成为支撑日本帝国野心的基石。每一道刻痕都像在提醒你，曾经的荣耀，如今只是我的垫脚石。台北大稻埕的关帝庙以及台北府官署的花岗岩也被拆运到宫崎，压在塔的底座。庙宇象征地方信仰，官署象征地方政权。他们被置于塔下，意味着日本不仅掌握土地和资源，更妄图压制台湾的文化根脉与旧有秩序。施工时，庙里的僧人曾试图阻拦，有人站在现场不让拆石，甚至拖延搬运时间。结果，警察直接介入，强行拆运。每一次搬动都像一次公开的象征性碾压。你的信仰、你的权利、你的文化都要成为帝国的基石。而满洲的石材取自伪满洲国的官署、铁路和工厂墙体，这些石块被置于塔身中下层承重结构。满洲原本是日本在东北建立统治的核心，行政、运输、工业设施全在其中。如今，这些石材成为塔的一部分，意味着你这个体系不再独立，已经被整合进帝国本身。朝鲜半岛的石块主要被分布在塔基的两侧，在布局上呈拱卫之势，象征着朝鲜半岛作为日本扩张的两翼或被征服的侧翼。南洋岛屿的珊瑚石、火山岩也被运来，贴在塔的外壁。如果说中国的石材是用来镇压国运的，那么南洋的石材更多是用来炫耀版图的。它们像勋章一样贴在塔的外围，向世人展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到了遥远的南方海域。原本分散的土地、资源、文化在这里被重新拼成一个整体。底层是被征服的土地，中层是被控制的资源与秩序，最上方是指向天命的权力。站在塔下仰望，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压迫感，不是它在那里，而是整个世界被它压在下面。每一块征来的石头都在提醒你，这是我的基石，我踩着你们建立权威。八宏伊予塔的建设不只是建筑工程，更是一场政治与心理的表演。石材的选择、安放和排列，每一步都在书写日本帝国的征服欲与世界野心。八宏伊予塔最终建成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最膨胀、最自信的时期。他们想象着高耸的塔、镇压的格局、龙脉上的威慑，能够让整个世界在他们脚下臣服。然而，现实并没有如他们所愿。1940年代，日本虽然在东南亚、太平洋一度势如破竹，从全面侵华到占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几内亚，再到威胁澳大利亚和印度洋航线，看起来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种自信甚至狂妄到盲目，最终在1941年，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这一击把美国彻底卷入战争。美国对日本宣战，标志着整个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随之而来的是珊瑚海海战，美军与澳大利亚联合抵抗日本对新几内亚的进攻，这是历史上首次航母间的大规模交锋，也是日本第一次遭遇战略性挫败。仅仅几个月后，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爆发。美国海军通过破译日军密码，提前掌握了日本舰队的进攻计划，并在中途岛布下伏击。6月4日，日本舰队到达中途岛，双方在太平洋上空展开空中交锋。最终，4艘日本航母全部被击沉，约300架飞机被摧毁。这场战役不仅终止了日本在太平洋的攻势，也迫使其战略主动权彻底丧失，从此转为防守。然而，日本的灾难并未止步于此。中途岛之后，日本在太平洋的攻势逐渐收缩。随后，美军与盟军发动了一系列反攻，所罗门群岛战役、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相继展开。
所罗门群岛战役，尤其是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是日本首次在岛屿战中长期陷入消耗战，他们的兵力、补给和海空优势逐渐被削弱，而盟军则通过海空协同、岛屿推进，稳步夺回战略据点。1944年，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登陆，成功夺取关岛、塞班岛和天宁岛。这不仅威胁到日本本土，更让美军的 B-29重型轰炸机能够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日本的防空体系和海上补给线首次遭受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打击。同年10月，莱特湾海战，日本主力舰队几乎被全歼，海军的反击能力彻底丧失。1945年，冲绳战役爆发，登陆战惨烈异常，日军使用自杀式攻击、地道战和顽强防御，近10万日军阵亡，美军也付出巨大代价。整场战役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血腥终章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战场的消耗战仍在持续，从北方到中原山区，游击战、伏击、破坏补给线，不断侵蚀日军实力。北方苏联在远东边境持续施压，南方盟军在东南亚切断海上补给路线。这一连串战役与消耗使日本陷入全面防守状态。曾经高耸入云、象征无所不控的八宏伊予塔，此刻仿佛成为帝国狂妄的讽刺标志。1945年8月6日与9日，2颗原子弹落下，彻底击碎了日本帝国的幻想。最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但八宏伊予塔仍然矗立在宫崎的高地上。高耸的尖顶曾经象征着征服与野心，如今却变得沉默而荒凉。这座塔没有倒下，但它的意义被世界重新审视。盟军占领日本时，他们看到了塔。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座象征战争的塔，必须拆除或者彻底改造，以免延续帝国的野心。另一部分人则主张保留，但作为警示意义，提醒世人战争的教训。塔成为了战后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道德与政治的博弈场，而日本人并没有把塔摧毁，而是改名叫做和平塔，并将塔身的八宏伊予4个字用水泥糊住，试图将其包装成普通的观光景点。官方宣传说它象征和平与重生，报纸、教科书、导览手册上，塔变成了教育的道具，提醒年轻人珍惜和平。但若你仔细看，它本身没有任何改变，曾经象征征服的每一块石头仍然坚硬无声。所谓的和平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包装，一层薄薄的涂层，覆盖在历史的伤痕上。更为讽刺的是，1965年，日本政府认为风头过了，又将水泥凿开，恢复了八宏伊予4个字，并重新立起了武士像。战后几十年，国际社会和历史学者不断提醒，塔的石材、塔的布局、塔的尖顶，每一处都记录着帝国的膨胀、侵略和野心。即便改名为和平塔，也改变不了它最初的语境。它曾经是站在世界顶端的野心之塔。有些游客在塔下拍照，微笑着合影，却不知道脚下踩着的曾经来自被征服土地的石头。每一级台阶都曾象征着被征服国家的尊严，每一块石材都曾承载着战争机器的血与泪。高塔未倒，但野心被掩盖了。塔的存在成为历史的镜子，提醒我们，真正的和平不是名字可以赋予的。站在塔下仰望，你看到的是尖顶触天，但触不到的是石头里的故事。从八宏伊予到和平塔，每一次改名，每一次休憩，都像是在尝试掩饰过去的真实。但历史从不会被简单抹去，这座塔仍然在那儿。它提醒我们，战争留下的痕迹无法通过名字抹平，帝国的野心，再高的塔也终究无法让整个世界屈服。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喜欢请点赞、订阅加分享。下期视频我们将为你介绍这座塔的背后隐藏着的一个神秘的风水组织——九局一派。敬请期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